塞尔比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眼前这位来自地狱的终结者。落后10分，台面最高还剩13。赵欣彤上手，由于角度受限，只能强低杆走位下方的黑球，但由于力量把控超出预期，这杆效果臭得出奇。母球如今这个位置，如果不是脑子有病，恐怕一般人想都不会想，肯定直接选择防守一杆。但是赵欣彤之所以能令首屈一指的防守大师五体投地甘拜下风，背后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真是变态，这杆绝杀球简直空前绝后，让人不服不行。不得不说，现在准度出奇的赵欣彤打球毫无逻辑可循。然而本局比赛真正的高光还要从塞尔比这杆简单球失误说起。领先58分，但是黑球晃荡未尽，这个局面留给赵欣彤，除了酷边的绿球是个难点，其余没有难度。不过也正是因为这颗关键球，双方才会迎来新的节点。In the first obvious exception of the green. One. 这是2022年冠军联赛冠军组小组赛，业内最顶级的防守大师塞尔比对战中国准神赵欣彤，最强的矛对上最后的盾，究竟谁能撑到最后，还要看两人今天的临场发挥。不过这局比赛还远远没有兄弟们想的那么强悍。因为命运往往都是人生道路上最烂的编剧，所以一波3折的离奇剧情还是肆无忌惮闯进球迷的视野。9. Of course, he might develop the green, but what I have noticed, and indeed before that, Zhao is absolutely mustard when it comes to doubles. So if he can't develop the green, that might be the fallback option. 17. Get onto the yellow, you'd be pretty much guaranteed to leave yourself the chance of a double. Caught an awful lot of that far jaw to the black, but at that pace, the pocket 25. accommodated. And again, Phil, he's just kind of sliding a little. Cue not coming off quite as straight as I would have liked. 32. But now must leave a good angle on the black to get onto remaining red. He's gone too low again. 红球打进，母球的走位很辣眼，眼下黑球大角度保进没有问题，但是母球失控的状态很难连接最后一颗红球。 Red into play. You'll have to go around the angles here in an outer bulk. 真是倒霉，黑球打进母球，直奔袋口。这杆乌龙摔袋简直要命，不仅被罚7分，还要附赠塞尔比一杆手摆球，只要打进就能收官比赛。不过手感冰冷的防守大师远台并没有打进，而且运气也是寸得够呛，直接送上一杆手摆位。 Look at this. Playing it like that, the only way he could have left the red was in exactly that manner. 此时此刻，局面再次出现反转，而绿球仍是赵欣彤绝杀塞尔比的关键，所以本局胜负的悬念还在。而本赛季最经典的绝杀名场面，也正是在此刻才粉墨登场。 Now, as you say, Phil, Xiao Xintong's very. 黑球打进，母球顺利的叫到黄球，可是这个走位并不理想，没有了 K 球角度，只能冒险留出一杆翻袋。 The frame will be at his mercy. Well, the way to play this, I'll just be playing this at a controlled pace. Wow, would never have played it that way. Oh dear, run of the ball again. It's in favour. 可能此时的塞尔比也没想到，明明已经把比赛拖进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可强撑到最后依旧无力回天。没有办法，
塞尔比的准星的确出了问题，连续几杆超分球都没打进，主动权再一次交给赵欣桐。 Frame ball. Amazing Phil. And if Xiao Xintong plays land nicely behind the pink. It has. 好球，上手就是一杆斯诺克。虽然解球的难度不大，但是难保解到后不漏。 I think that's a snooker. Terrific call, Dom. 很遗憾，跟之前的预想没多大区别，绿球直接漏了机会，而且剩余的彩球没有难点。不过赵欣桐随缘的走位一直都是令球迷最头疼的点，所以最终的打粉较黑还是出现了致命问题。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灾难级的走位，才会创造出神级的精准绝杀。 7. Is Selby going to be? He's stolen countless frames from unlikely positions. Now though, Zhao just needs pink and black to. What is that shot on? Well, it wasn't. He was dead straight. Now, where's the cable going to stop? 18. It's not good. I don't think I'll be taking this on. A good safety shot here must be the order of the day. 真是难以置信，进攻狂人的欲望当真可怕。试问职业赛场还有谁敢不服？赵欣桐已经是破百了，但是这个运气球预示着老天都想让赵欣桐赢，琼斯的脸色太难看了。赵欣桐的一个远台打进上手，外面有散落的3颗红球。 如果全部为黑球的话，需要很精细的走位。8. 9. 红球角度向上，打进可以来带球堆。 60. 70. 震散了2颗，效果并不太好，而且篮球角度偏直，下一杆只能走一个中远台。22. 23. 30. 31. 漂亮！再一次处理球堆，非常完美的效果。左侧底带有一个手摆位红球可以连接。 38. 39. 此时台面唯一的难点就是左上方靠近中带的红球，当然对于赵欣桐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46. 47. 粉球复位到球堆下方，目前是不够单下，后面需要再来 K 一下。 54. Cheers. 现在赵欣桐已经完全打出了自己的进攻节奏，整体行云流水，非常流畅。尤其是他的准度以及控球，
在围球方面也比几年前有了一个很大提高。 62. 69. 70. 77. 78. 85. 86. 93. 94. 漂亮，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K 球效果，刚刚好蹭到薄边。此时所有红球都已经解放了，关键还得看一下靠近中袋那个红球，需要来走一个小面。 102. 赵欣彤这杆走位有些不够，拼顶带的话难度非常大，最终选择来切中袋，可惜切后了。但是好在还有运气的加持，这个操作确实是让台下的琼斯感到很困惑。赵欣彤连续的2杆破百，给到琼斯很大的压力。 115. 117. 120. 124. 129. 135. 144. 奥沙利文的球迷都称赞他围球是天下第一。看完这一局，你不得不信了。连续打进12颗篮球完成清台，这样的神级表演你见过吗？这究竟有多么不可思议？看看他对手的表情就明白了，那简直是生无可恋。再看当前的球形，黑球和粉球都处于难以直接进攻的位置，几乎是死球，而红球错综复杂的分散在下半台，真是令人头大。然而，在这种看似无解的情况下，奥沙利文竟然选择通过围绕篮球来完成清台，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变态了？ 此时的红球大致分成了2个小集团，粉球点位下方有5颗紧密聚拢，黑球周围还有6颗如同众星捧月，而能够作为连接彩球进行过渡的只有篮球。众所周知，通常在下半台围球都会优先选择粉球或黑球，如果必须依赖篮球，那就意味着母球需要不停地进行绕半台的长距离跑位，这难度系数绝对是几何倍数的增加。然而，奥沙利文这次竟然硬是选择了全程围绕篮球来进攻，不得不说，他的能力简直就是一个斯诺克台面上的怪物。这杆篮球角度向下，似乎可以尝试 K 一下球堆，但奥沙利文竟然选择了直接单叫，这让解说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故意在炫技，给自己增加难度来寻求刺激。
尝试低杆左塞，想再次叫篮球，但母球似乎走少了，篮球角度向上，这意味着接下来需要更大幅度的绕全台线路了。这是奥沙利文在本局第一次尝试 K 球，效果堪称完美，成功炸散球堆，并且留下了中带的衔接机会。奥沙利文的中带素来是他的独门秘籍，纵横台坛数十载，确实鲜有失手。现在粉球点位附近的红球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接下来就是解决黑球周围这些红球了。不得不说，奥沙利文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这针线活般的走位实在是太细腻了。天哪！一记发力低改右塞，而且还是用左手打出的，竟然还能将母球精准的拉上去叫到篮球，这种操作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如果非要说一个字，那就是绝。此刻或许已经无需多言，就让我们静静欣赏这位老妖怪的表演吧。54. 55. 这杆篮球角度不上不下，难以直接连接。奥沙利文选择了用绿球来过渡，这是在连续打了9套篮球之后第一次打其他的彩球，这绝对是在献技无疑了。他就是不打粉球或黑球，非要等到青台时刻才来 K。 59. 硬生生围绕篮球一路打到超分，这打法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再看看对手的表情，那种发自内心的无奈，真是让人心疼2秒钟。这是奥沙利文在本局的第2杆关键 K 球，效果同样完美，将剩余的红球全部炸散到可以单叫的位置。这种层层剥茧、化解难题的能力，除了火老怪，还有谁能做到？ 70. 71. 78. 79. 86. 87. 在这一局，奥沙利文总共打进了12颗篮球的组合，外加2套黑球和1套绿球。这种组合方式完成的青台，是不是显得格外别开生面？一记发力高杆，试图校位绿球，位置虽然不算完美，但这又怎能难倒这位火老怪？一记大力低杆，想尝试 K 一下咖啡球，但母球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只是稍微带了一下。即便如此，这思路和尝试也真够令人惊叹的。最终咖啡球未能打进，有点可惜，没能完成这一杆青台。大家觉得奥沙利文这一局的表现是不是有点太过不可思议了？